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最推荐的抗衰老方法是什么这个课题。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最近总觉得自己变得容易疲劳，稍微活动一下就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明显感觉到身体在衰退。更让人担忧的是，与年轻时相比，外貌似乎也开始老化了。或许你也有类似的感受，上了年纪后，疲劳感增加，身体和外貌的变化日益显著。这些问题，可能正是观看这段视频的您想要找到答案的原因。不可否认，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退化和衰老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自然现象。然而，同样的年龄，有些人却能保持年轻活力，而有些人则显得老态尽显。这说明，通过调整生活习惯，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我们是可以延缓衰老的。如果你也渴望拥有持久的活力，充满热情地迎接每一天，并健康地享受生活，不妨尝试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抗衰老方法。对于最推荐的抗衰老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因人而异。但如果让我推荐一种简单又高效的方法，那就是少食。具体来说，就是适当减少每天的进食量，或降低进食的频率。这种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可能成为延缓衰老的关键一步。如今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昂贵的抗衰老保健品和专注于抗衰老的美容诊所，许多人为了保持年轻，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来进行投资。虽然这些方法或许有效，但高昂的费用无疑成为许多人的一大障碍。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种无需花费大量金钱，反而能节省开支的抗衰老方法——少食法。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每天吃3餐，每餐的花费为30元，那么他一天的饮食开销就是90元。如果他将进餐次数减少到2餐，那么每天的饮食开销将降至60元。如果再减少到1.5餐，每天仅需45元就够了。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不仅能保持健康，还能大大节省食费。在当今经济形势严峻、工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如何合理使用金钱变得尤为重要。少食法恰好提供了一个既能抗衰老又能节省开支的绝佳方案。在我看来，很难找到比它更具性价比的健康与经济双重对策了。通过减少食量，我们直接节省了不少食费，但它对健康和抗衰老的好处同样显著。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少食法的科学依据和具体效果，让大家了解这一方法的真正价值。不想变老，保持年轻，这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共同愿望。因此，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正在不断推进抗衰老和延缓老化的研究。许多富有的人也在为这些前沿技术投入大量的资金。例如，日本顺天堂大学正在研发一种能够清除与衰老及多种疾病相关的衰老细胞的疫苗。研究表明，接种这种疫苗的小白鼠体内，关节炎和动脉硬化等衰老相关疾病的衰老细胞显著减少。此外，二甲双胍这款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药物，也因其潜在的抗衰老效果而备受关注。虽然最初它只用于糖尿病患者，但研究发现，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明显优于未服用者。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少量服用二甲双胍的小白鼠寿命可以延长约6%。这看似微小的变化，换算成人类大致相当于健康寿命延长5年。更令人振奋的是，二甲双胍还被发现有助于预防多种疾病，成为当下延缓衰老的明星药物。不过，要完全确认其长期抗衰老效果，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也许在某一天，这款药物会成为抗衰老的关键药物。现如今，抗衰老技术发展迅速，预计在未来5年、10年，可能会迎来技术突破并实现应用。但在这些技术正式投入使用之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生活改变，比如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尽早为延缓衰老打下基础。提到饮食习惯，
大家是否听说过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著名长寿研究专家戴维·辛克莱的全球畅销书《Lifespan》呢？在书中，辛克莱教授指出，减少进食量和进餐次数是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开始实施的最有效的抗衰老方法。或许您听说过减少食物摄入可以延缓衰老的说法，但可能不太清楚其中的科学原理。辛克莱教授经过25年的抗衰老研究，整合了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得出了一个结论：保持健康并延长寿命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减少食量和进餐次数。这一建议并非空穴来风，多项研究反复验证，限制卡路里的摄入确实能够延长各种生物的寿命。例如，通过对小白鼠、线虫、酵母等生物的实验发现，适度限制卡路里摄入能够激活被称为长寿基因的基因。所谓的长寿基因，顾名思义，它与长寿密切相关。在激活长寿基因后，会促进年轻化酶的生成，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年轻，寿命也能延长。因此，想要长寿并保持年轻，关键在于如何开启长寿基因的开关。那么，究竟如何开启这个开关呢？答案很简单，减少进食次数和摄入量。换句话说，不要因为食物充足就过度摄入，而是要保持适量并选择高质量的食物。通过让身体处于适度的饥饿状态，可以激活长寿基因的开关，进而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防止疾病的发生以及身体的老化。因此，从现在开始，尝试减少不必要的饮食，合理控制食量，不仅有助于保持健康，也是延缓衰老的重要步骤。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或许有些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时会感到惊讶，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已经被无数研究所验证。今天我强烈推荐的一种延缓衰老的方法，就是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和进餐次数。这不仅能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多种疾病，改善整体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非常容易实施，且不需要额外的支出。相反，减少饮食量还可以降低食物开销，帮我们节省一笔不小的开销。同时，由于减少了买菜和烹饪的时间，也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培养兴趣爱好或与朋友聚会。因此，如果您习惯晚餐吃好几碗饭，可以从今天开始只吃1碗。如果您总是吃到撑才停下，可以试着将每次的进食量控制在8分饱甚至6分饱。如果您经常吃零食，不妨试着戒掉零食。如果您没有感觉到饿，也可以尝试跳过一餐。做这些调整方法其实都很简单，大家可以根据个人情况灵活选择。相对而言，暴饮暴食是许多慢性疾病的根源。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食物丰富、价格低廉的时代，很容易就陷入过度进食的环境。但请记住，吃到撑甚至过饱，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损害健康。如果你有每顿饭吃到撑的习惯，可以从今天开始，尽量控制在8分饱或6分饱。如果您总是按时吃饭，无论是否饿，也可以尝试等到真正感到饥饿时再进餐。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注意点。作为今天讨论的总结，当提倡减少食量时，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只要减少食物的数量就行，从而忽视了食物的质量。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很明显，如果减少了食物的摄入量，就必须更加注意营养的均衡和食物的质量。如果您一天只吃1餐或2餐，但主要依赖零食或快餐，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因此，在减少饮食量的同时，尽量选择富含营养的食物，例如新鲜蔬菜、水果、优质蛋白质等。通过这种少量但高质的饮食方式，不仅可以享受到减少食量带来的健康益处，还能通过优质食物的营养价值，获得双重的健康效果。希望大家在实践少食的过程中，始终牢记选择高营养价值的食物。这样一来，不仅饮食习惯会更健康，
还能更好地享受少食带来的各种益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